去你娘的！俄罗斯大力士嚣张来滑踢馆挑战，上台之前嘴里骂骂咧咧，说着难听刺耳的脏话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简直吓坏了台下的女性观众和小朋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家伙打算将中国选手生吃活剐才肯甘心。此人就是来自俄罗斯的拳击冠军米哈伊尔。米哈伊尔仗着自己战绩优越，特别看不起人，上台之前还放话，只需1回合就可以 KO 中国选手，结束战斗，然后顺便要找2个漂亮中国妹子回国当压寨夫人。只能说米哈伊尔这番想法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要知道，中国选手们打比赛向来都是不惹事不怕事。既然米哈伊尔如此狂妄，那就必须派出中国狠人暴揍他。来自中国山东的散打猛男郑兆玉霸气登台。郑兆玉出道至今，大大小小参加了几十场比赛，其中还连续3年霸榜山东省散打锦标赛冠军。郑兆玉也是最有希望战胜米哈伊尔的中国男人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今晚2位选手的表现如何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郑兆玉，黑色短裤就是俄罗斯选手米哈伊尔。米哈伊尔一上来就对郑兆玉发起主动进攻，看他这副架势，根本不像让郑兆玉有丝毫的喘息调整机会，只想一股脑的打出组合拳将郑兆玉击倒 KO。不过郑兆玉自身的比赛经验极其丰富，哪怕正面不敌，也依旧可以拉开安全距离试探。俄罗斯上来就是猛攻啊！这一方面呢，也是一种心理战，就是3板斧，所谓的下马威。其实刚才霍里菲尔先生也在讲，刚才在看到他场地边的热身，包括他的走动，包括他的眼神，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的运动员，就像饿虎一样。我们讲的咄咄逼人呢，就不过如此吧。转身边锤，看来他这个打法呢，还是确实很颇具一些的个性化的一些风格。OK， 开始，尽量避免。不得不承认，米哈伊尔是战斗民族中的佼佼者，强悍的攻势，就连郑兆玉都有点吃不消。没想到，身为拳击冠军的米哈伊尔会不顾防守的拼拳换脚。郑兆玉目前也想不到更好的处理办法，只能极力的在中远距离利用腿法还击。当然，如果长时间的拼拳，必定会有一方体力不支。郑兆玉如此谨慎的防守，就是为了等待后续的进攻机会。这是个里勾腿，中国武术打法中呢，属于那个小活，做得非常小，破坏你重心。如果能跟一个后手拳的效果会更好。应该是在上肢做动的时候不得分，但是把对方的比赛节奏进行了干扰和压制。They change the speed of the game. 漂亮！打得非常的干净。I think the punch is really heavy here. Yeah, it's strong too. 黑方的重拳非常的重。He got to go to the body though. 而且我们看这个风格，就作为俄罗斯选手啊，他在攻击对方时候，他打完拳之后呢，对对方的颈部有一个控制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看着米哈伊尔的进攻意图不达目的，绝不罢休。郑兆玉索性也不再可以保留实力。既然米哈伊尔如此蹬鼻子上脸的强势进入内围拼拳，身为散打冠军的郑兆玉自然内心无法接受。随即2位选手展开激烈的拼拳换脚动作，比赛也就此进入白热化阶段，谁也不服谁。接下来的比赛不仅仅看谁打得更加主动激进，还要看精准命中的次数扩大比分。Physically, I think that one shot gonna get him.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，可能看到2边的拳都打得很重，会不会有一下非常重的重拳就可能打倒了对方或者 KO 对方？会不会说先生，这可能就是现在这俄罗斯选手，就是他希望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就一下解决战斗。但是我倒是觉得呢，可以跟霍利菲尔德先生讨论一下，就说看起来用的很大的力量，有时候未必能打出很好的效果。我们发现有些选手打的是很轻松，可是呢，有时候
效果会非常显著，这应该有什么要点呢 So a lot of people, they throw the really heavy punches, but they didn't get the point. So do you think that they should, getting better quality, the punch? 站 The boxers, Headbutt. 他有个头出这时候用头对。站。黑方把红方逼到了这个角，而且黑方比较容易去主动进攻多一点。不知不觉，米哈伊尔的攻势还在进一步加强，竟将郑兆玉压制在擂台边缘，无法动弹。当然，米哈伊尔以拳击冠军的身份进军自由搏击擂台，在拼拳阶段，郑兆玉吃亏也比较正常。好在郑兆玉可以及时用腿法还击米哈伊尔，这才导致双方选手的比分差距不会太大。不过，郑兆玉如果长时间的被压制在擂台边缘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双方的比分差距也会就此拉大。对方给接腿，但是我们看他效果没有做出来。他刚才已经有了个抹活，但是腿的劲儿没有像一个反向的一个顺的一个化解。我倒是觉得现在这个从黑帮选手的这个命中率好像有所下降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为了拿下比赛胜利，郑兆玉也是豁出去了。尽管米哈伊尔的攻势很强烈，依旧难以阻挡郑兆玉的猛攻。米哈伊尔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几乎就没有使出过腿法招式，这也让郑兆玉想到了针对性策略，那就是每当看到米哈伊尔接近内围的时候，就用组合拳还击，同时再利用精准有力的散打腿法将其逼退，拉开安全距离。一个重拳必须要把对方打倒。Yeah, the blacker need a knockout for one hit. Yeah, one punch. Yeah, that's what he need. This guy don't beat him 2 rounds. Yeah, 而且前2回合红方已经在领先了。That will. But I think physically he dropped his condition, The guy just got tremendous skills. He get hit with everything. 而且说从红方来讲，他的整个技术、技能角度使用的东西更多一点，气息、腿法、拳法。Yeah, got hard. Got a lot of hard. 这几个组合呢，还产生了良好的效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郑兆玉对于比赛节奏已经完全适应，米哈伊尔的凶猛攻势已经无法影响到郑兆玉。虽然目前的米哈伊尔为了拿下比赛胜利就跟玩命似的，郑兆玉却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对方打出的组合拳，并在关键时刻出精准反击扩大比分。裁判也时不时需要上前制止两位选手打得太火热，搂抱在一起。It's a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well prepared game. Yeah. So it don't go by looks. Right? 从他的解读更加好，说你不要光看这块儿的啊，你不能光看外表。我们有一句哲学用语叫"透过现象看本质"。对。So the Russian fighter build up an upper body more like even bodybuilders. Yeah, it's nice physique. Yeah. 其实从俄罗斯选手来讲，他上肢好像看着就是我们讲更像一个健美的搞健美。这个战术是对头的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郑兆玉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郑兆玉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